早起这个话题近期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坚持早起的人很可怕，原因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当我们仔细思考这背后的逻辑，就不难发现，早起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是一种可以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生的习惯。从生理角度看，长期坚持早起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蝴蝶效应。早起使人的作息时间与自然节律相协调，更加符合人体生物钟的规律。适度的晨间运动、清新的空气、明亮的阳光都会让身体得到全面的滋养，新陈代谢加快，体质得到改善，免疫力和抗压能力显著提高，从而远离亚健康，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与此同时，早起也塑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一个人只有真正热爱生活，才会愿意迎接每一个崭新的黎明。跳出温暖的被窝需要毅力，而这份勇气本身就助人砥砺前行，直面人生种种考验。早起带来的饱满状态感会感染一个人的情绪，让更加开朗乐观、积极进取。由内而外散发的正能量，会成为个人持续成长的动力源泉。从实际层面而言，培养早起的习惯还能给我们带来晨型人格的诸多裨益。经过一夜的休息，大脑最为清醒，思维敏捷而缜密，这是一天中记忆力和创造力的巅峰时段。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时光，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会事半功倍。同时，早起也意味着拥有了额外的时间，这是对时间管理的高段位运用。不用赶时间，从容地吃早餐，在安静的清晨阅读、冥想，好好的梳理规划一天的生活。当别人还在慵懒的睡梦中，早起的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任务，这是巨大的竞争优势。综上所述，长期坚持早起，对于强健体魄、涵养心性、提升效能都有显著成效。早起是成功人士的共同习惯，是自律自强、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的外在表现。改掉晚睡晚起、作息紊乱的恶习，培养早起的习惯，你就能收获一个全新的自我，过上更加健康、幸福、卓越的人生。那些坚持早起的人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拥抱了蜕变的力量，从平凡中跳脱出来，向着梦想与理想矢志不渝地前行。相信早起的力量，从今天开始养成早起的好习惯，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早起让你想得更清。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许多人养成了熬夜的习惯。不论是为了工作加班，还是沉迷网络游戏，亦或是热衷夜生活，熬夜似乎成了一种常态。然而，这种作息习惯背后隐藏着诸多危害。当我们熬夜时，大脑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得不到必要的休息，会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脑袋昏昏沉沉，思维迟钝，反应缓慢，注意力更是无法集中，学习工作效率大打折扣。久而久之，还会引发拖延症，总想着再休息一下，结果把时间虚掷，事情堆积如山，陷入恶性循环。与熬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群秉持早起理念的人，他们懂得遵循自然节律，顺应身体的生物钟，让作息规律有度。由于一夜优质的睡眠，这些早起者往往精力充沛，头脑清醒，思路敏捷缜密，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学习和工作，事半功倍。早起培养了一个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能够更加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天的种种挑战。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助人心情愉悦，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生活状态。科学研究表明，清晨是大脑活动最活跃、状态最佳的时刻。经过一夜的修复，大脑仿佛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格式化，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处于最饱满、最清醒的状态，等待着接收新的信息。清晨时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供血量明显增多，各种神经递质活跃，思维敏捷而缜密。这个时候，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不会受到外界纷杂信息的干扰，有助于理清思路，高效地处理复杂问题。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与之相对的，午后和夜晚，人的生物节律开始下降，大脑逐渐感到疲倦。
各种激素分泌紊乱，思维发散，定力减弱，学习和工作状态大不如前。所以很多灵感火花、创意点子往往诞生在清晨时分。许多学者发现，晨间是头脑最灵光的时刻。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用最敏捷的思维去阅读、学习、思考、规划，事半功倍。很多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正是利用了大脑在清晨的卓越状态。中国历史上不乏崇尚早起的传统。东晋大将军、政治家桓温曾言：晨兴理荒，夕体若厉，早起处理政务，推行改革，为国分忧。南宋理学家朱熹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大早起来学习思考，习字作诗，成就儒学巅峰。晚清重臣曾国藩素有半夜敲冰而起，苦读到天明的美誉。他每日清晨阅读经史典籍，写日记反省自省，常常在宁静的晨光中灵感迸发，在政治、军事、学术上都有卓越建树。正是由于长期的早起习惯，使他胸中自有丘壑，面对各种难题都能不卑不亢，处变不惊，沉稳冷静地应对。台湾企业家王永庆一生勤勉自律，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先是锻炼强健体魄，然后阅读写作，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来充实自己。王永庆常说，清晨的阳光最能滋养人的身心，此时灵感如泉涌，思路无比清晰。早起让他头脑敏锐，善于思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常常能想出很多好点子，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这个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无一不是时间的朋友。他们尊重时间，珍惜时间，更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时间。而早起恰恰就是一个人时间管理能力的体现。表面看似简单的一个小小习惯，背后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日积月累，造就了人生的天壤之别。长期坚持早起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节节攀升。由于作息规律，新陈代谢加快，气色红润，体质增强，整个人焕然一新。记忆力与专注力持续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能自然水涨船高。独处的晨间时光最适合思考人生，反观内省，常常灵光一现，顿悟多年的困惑。美好的一天从早起开始，培养这个简单而有力的习惯，你收获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一个日益优秀的自己。2. 早起让你稳得住。对于很多人而言，赖床似乎成了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瘾。在温暖的被窝中多躺几分钟，慵懒地享受片刻闲适，这种感觉诚然美妙。但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赖床的危害不容小觑，它在悄无声息中侵蚀着我们的意志。一旦沉溺其中，很容易对时间失去掌控。赖床意味着时间的流失，原本可以利用的宝贵时光被白白浪费，需要匆忙应付紧迫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准备不足，状态不佳，事倍功半不说，还可能由于仓促出现差错，带来更多损失和麻烦。长此以往，时间观念被扭曲，行动散漫拖沓，总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就像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工作。久而久之，生活失去节奏，昏天黑地，对生活失去希望和斗志。习惯性赖床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体生活状态，精神涣散，意志不坚，做事容易半途而废。日夜颠倒的作息荼毒身心健康，亚健康状态时有发生，人变得郁郁寡欢，抑郁焦虑，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知名博主时光机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了他改掉赖床习惯后的巨大转变。作为一名自媒体人，繁重的创作任务和恶劣的作息时长让他身心俱疲。视频拍摄、脚本写作、后期剪辑，高强度的工作几近透支，整个人变得浮躁不安，创意枯竭。在某个早晨醒来，他突然下定决心要和从前的自己告别。正是赖床带来的种种弊端，他开始尝试早起，并逐步养成习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全新的自己。5点起床，先是呼吸新鲜空气，做个晨间冥想，接着是晨跑锻炼，
过后阅读半小时，再吃顿营养早餐。短短几个星期，状态和精力得到了惊人的改善，整个人神清气爽，思路敏捷，灵感泉涌。一天的黄金时段被充分利用，完成了过去2-3倍的工作量，还能从容应对各种预料之外的状况。锻炼让他强健了体魄，充沛了精力，再大的工作强度也能轻松扛住。视频内容丰富多彩，剪辑流畅到位，频频获得好评。更重要的是，内心由浮躁转为从容淡定，懂得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渐入佳境的状态积累起来，把事业推向新的台阶。时光机由衷感叹，早起带来的提升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不断积累，水到渠成的质变，唤醒了生命中最美好的自己，也照亮了无限宽广的未来。现代人普遍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身心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过度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疏解，就会引发失眠多梦、头痛胸闷等各种亚健康问题。而早起恰恰能在缓解压力、修复身心方面发挥神奇功效。清晨起床，迎接第一缕晨光，呼吸最新鲜的空气，让身体瞬间变得轻盈。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烦躁不安的情绪慢慢沉淀，紧绷的神经得到舒展。不妨在安静的晨间独处片刻，放空大脑，冥想静心，给疲惫的身心一个喘息的机会。饮一杯暖暖的花茶，听几首舒缓的轻音乐，将昨日的压力和烦恼统统释放。在无人打扰的闲暇时光，我们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专注于一项手工，或是练习一门乐器，尽情投入热爱的事物，寻回生活的意义。晨起还可以利用额外的时间锻炼身体，哪怕是简单的慢跑、拉伸，都能让人精神焕发，保持一天的好状态，工作和学习自然事半功倍。一个全新的自己在悄然蜕变。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晨型人格的人更加开朗乐观、积极向上，不易患抑郁症。事实上，早起本身就是一剂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清晨醒来，神清气爽，元气满满，这份神采会一直延续到整个白天，让人保持愉悦的心情。由于高质量的睡眠和充足的准备时间，早起族不必为迟到的风险焦虑，从容优雅地享用早餐，和家人有说有笑。时间的富裕感让他们可以合理规划安排工作、学习和闲暇娱乐，忙里偷闲，适时放松，劳逸结合，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种节奏感本身就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相比之下，晚起的拖延族总是在和时间赛跑，不得不为迟到找借口，匆匆忙忙解决温饱，时刻担心工作出纰漏。在时间的压迫下，常常顾此失彼，要么学习工作冲突，要么健康娱乐不能兼顾。久而久之，负面情绪不断累积，心情烦闷，容易急躁上火，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现代人的世界被各种截止日期、KPI 绩效、人际关系推着向前赶路，我们一刻不得闲，却常常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和意义。生活变成一种被动，失去了自主权，无可奈何的无力感终日笼罩在心头。这时候不妨尝试主动改变作息，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培养早起的习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战胜久睡的诱惑，给一天一个良好的开端。当你决定早起的那一刻，就已经收获了巨大的成就感，焦虑感在这一刻已然缓解。早起让生活重回正轨，随着生物钟逐步调整，昼夜节律恢复正常，身心都进入良性循环，精神头十足，注意力集中，做起事来得心应手，不再是被动的被生活推着走，而是自己掌握了方向盘。那些曾经让人焦头烂额的难题，在清晨思路敏捷的时候，仿佛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生活不再是单调乏味的重复，而是充满希望和惊喜的未知。让早起成为抵御压力的秘密武器，生活由此好转，幸福指数直线上升。3. 早起你也可以做到。著名作家、教育家花家蒋勋在《早起的奇迹》一书中提到，多年来坚持清晨4、5点起床工作，已成为一种生活智慧。
在凌晨昏暗的灯光下，他总能获得一种神奇的洞察力。那些纷繁无杂的事实，在寂静无声中逐渐变得清晰而真实。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片刻的独处中得到升华。当我们在清晨醒来，抢在闹钟之前起床，就是在和自我对话，表达对生活的尊重。这种自己叫自己起床的意识，是在向懒惰宣战，展现战胜自我的勇气。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窗棂，整个世界还在沉睡，而你已经在默默奋斗，这种满足感将充盈内心。俯瞰脚下匆匆而过的人群，超然物外之感油然而生。生活不再是被推着走，而是自己掌控的艺术。在清晨，我们重新找回了对生命的主宰权。很多人对早起望而却步，归根结底是找不到让自己心甘情愿起床的理由。不妨花点时间想想，早起对你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拥有从容淡定的一天，精力充沛，容光焕发；也许是向理想更进一步，争分夺秒完成心愿清单；又或是享受一段静谧的独处时光，放飞思绪，寻找心灵的慰藉。找到早起的意义，坚持下去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你尝到早起的甜头，满满的成就感会激励你走得更远。面对镜子，你会发现那个自信阳光的自己正在悄然绽放。更饱满的精神状态让身心都无比健康。清晨的时光完全由自己做主，可以尽情阅读、冥想、运动，做任何让自己充实快乐的事。当掌握了时间，你就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生命因此变得简单而富足，找到定心丸，遇到任何困难都能泰然处之。贪睡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错过了怎样的精彩人生。而对于早起者而言，每个崭新的清晨都是重塑自我的机会。从夜猫子一夜之间变成早起鸟，谈何容易？生物钟长期适应晚睡，骤然改变，身体会产生强烈的不适，难以为继。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给身体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可以先设定一个最终目标，比如早上6点起床，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比如1周，将起床时间提前20分钟。这样循序渐进地让作息节奏提前，直到达到理想的起床时间。同时注意，早睡早起要同步进行，不要一头热的玩命早起，却没有相应的调整入睡时间，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温水煮青蛙大法虽然慢，却能水到渠成，让身体产生最小的抵触，将早起变成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激进的作息改变往往易于半途而废，收效甚微。台湾企业家包玉刚曾分享他雷打不动的早睡习惯。为了保证第二天的工作质量，他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就寝，让大脑得到充分休息。毕竟只有优质的睡眠，才能给早起提供澎湃的动力。我们不妨在临睡前半小时进入夜晚的缓冲区，提前做好洗漱，换上舒适的睡衣，给身心一个放松的信号。可以泡杯安神助眠的花茶，听段舒缓的音乐或 ASMR， 让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卧室环境也要尽量营造助眠的氛围，温度适中，光线柔和，远离电子屏幕的干扰，让睡眠成为早起最坚实的后盾。第二天醒来时，才能精神抖擞，直奔晨曦，用饱满的热情拥抱崭新的一天。很多人觉得早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起个大早就心满意足，殊不知重点不在于你有多早醒来，而在于醒来之后创造了怎样的价值。提前规划好早起后要做的事情，让宝贵的时光一分一秒都沉淀为智慧和力量。静心冥想，在一天开始前平复心绪，聆听内心的声音，读书写字，用知识和思考开启智慧的大门。做做瑜伽，亲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思考人生，制定一天的计划，理清前进的脚步。每天用自己的节奏去做那些能让生命变得更好的事情。如果每天能多争取1个小时的清晨时光，1年下来就是365个小时的机会。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刀刃上，专注的学习充电，高效的工作，往往能取得常人1天48小时的成果。伟大源于平凡，进步源于积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终会通向人生的高峰。
早起是一种生活的信仰，是对新的一天最虔诚的告白。平凡无奇的坚持，在时间的见证下，必将绽放出不平凡的人生。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大地，当城市逐渐从沉睡中苏醒，而你早已精神饱满地准备就绪，这种领先他人的从容会让内心充盈自信和力量。你是一个清晨的开拓者，以强大的意志力跨越了懒惰的藩篱，越过了拖延的鸿沟。从现在起，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晨行人吧，让早起成为日常，让清晨成为常态。用清晨第一缕阳光叫醒全世界的勇气，去拥抱每个崭新的黎明。在宁静的晨光里冥想人生，汲取智慧，在鸟语花香中尽情呼吸，恣意领略自然之美。清晨是新的开始，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把握住这段可遇不可求的时光，你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优秀从来都是一个简单而执着的选择，早起就是这个选择的起点。愿早起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在不经意间已然悄悄地改变着你的气质，重塑着你的人生。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回首，会惊讶地发现，曾经的平凡坚持竟然开出了如此绚丽夺目的花朵。黑夜已逝，黎明将至，朝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属于你的全新人生正徐徐拉开帷幕。早安，早起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